香港嘅專家咧就已經建議政府咧就用 Pfizer-BioNTech 嘅疫苗。咁如果你仲係15、16決定唔到應唔應該打呢隻咁嘅疫苗嘅話咧，唔緊要，咁我哋咧可以參考其他國家嘅經驗嘅。咁呢個國家咧就已經打咗200幾萬劑 BioNTech Pfizer 疫苗啦。呢個國家咧就係以色列。咁究竟呢個 BioNTech 嘅疫苗嗰個效果係點樣咧？想知道嘅話，就一定要睇完呢條片啦。咁以色列嘅人口咧就有930萬，咁佢打疫苗打得咁快咧，就有好多原因嘅。咁其中咧就包括話佢一早咧就已經高價咧，同 Pfizer-BioNTech 藥廠咧已經訂定好多嘅疫苗㗎啦。咁第二咧就係以色列咧就全國嘅國民咧都係咧有呢個嘅全民保健計劃嘅，咁就由唔同嘅 HMO 啊，即係一啲醫療保健公司咧去負責運作。咁所以咧要 call 人嚟打針啊，去分發疫苗咧就好有效率嘅。對於藥廠或者對於我哋其他嚟講，最重要嘅一樣嘢咧，就係 Pfizer-BioNTech 藥廠同以色列簽約嘅時候咧，其中一個條件咧就係要將嗰個疫苗嗰個效果咧，每個禮拜咧就同藥廠 update 嘅。咁呢啲資料咧就慢慢咧就已經公開出嚟啦。早前咧就以色列有個醫生咧就被傳媒咧就話佢曾經講過，打咗第一針之後咧，仍然咧就有12000幾個以色列人咧就感染咗新冠病毒嘅疫苗咧，就並不如輝瑞 BioNTech 藥廠咁聲稱咁有效。咁事實上咧，其中一個醫療保健機構咧，佢就做咗一個研究，佢就揾咗20萬打咗疫苗嘅以色列人，咁佢咧就揾咗另外一組咧，就20萬冇打疫苗嘅以色列人，咁佢哋嘅年紀啊、背景啊、種族啊嗰啲都差唔多嘅，咁佢嚟做一個比較，咁佢發覺咧就打咗第一針嘅疫苗之後咧，呢兩組人頭嗰14日期間咧，兩組人咧感染新冠病毒嗰個機會率都差唔多嘅啫。咁但係到咗14日之後，即係14到17日呢幾日之間咧，咁就開始睇到有啲分別啦。咁喺呢幾日期間咧，佢哋就發覺咧，打咗疫苗嗰組人咧就感染新冠狀病毒嘅機會率咧就大降33%嘅。好，咁我哋可以睇睇呢個表咧，就可以知道咧，就輝瑞原本個研究嘅結果咧，同以色列嗰個數據咧有咩分別啦？咁輝瑞BioNTech 藥廠咧，佢嗰個研究咧，佢嗰個裡面包括嘅人嘅年紀咧，就係比較包埋啲後生仔嘅。咁而以色列嘅研究咧，主要都係60歲以上嘅人。咁60歲以上嘅人咧，咁就當然抵抗力係弱啲啦。咁有陣時效果冇咁理想都預咗。咁輝瑞嗰個咧係包埋一啲後生仔嘅。咁而時間方面咧，就以色列嘅數據咧，就淨係睇即係打完針第14日到17日之間呢個短時間嘅啫。咁而輝瑞咧就計嗰個數字咧，就係第一日即係打完針第一日到第20日之間，即係打第二針之前呢個期間，佢嗰個平均嘅保護係幾多咁樣嘅。咁而結果方面咧，大家量度嗰個指標咧，亦都唔同嘅。咁以色列嗰個數據咧，就係主要量度就係有幾多人感染咗新冠狀病毒。咁呢個感染咧，就當然就包括有症狀同埋冇症狀嘅感染啦。打完第一針之後咧，以色列嘅數據咧就發覺感染新冠狀病毒嘅人咧就少咗33%。咁而輝瑞嘅數據咧，輝瑞量度嘅指標咧，同以色列嘅研究咧係唔同嘅。佢咧就輝瑞主要就睇一啲叫做有病徵嘅新冠狀病毒病人咁樣。數據咧就顯示打完第一針之後就會減低咗咧就52.4% 嘅新冠狀病毒有病徵感染。其實咧大家用嘅標準咧就有相當大嘅分別嘅。其實呢個以色列醫生嗰質疑唔係話好有理據嘅，咁因為咧就有少少就好似比較蘋果同橙咁樣樣。咁事實上咧後尾亦都有以色列嘅衛生局嘅高官咧就出嚟話咧呢位醫生講嘅嘢咧就俾人斷章取義，佢唔係咁嘅意思。咁我哋又睇下以色列其他嘅醫療保健機構嘅數據係點樣樣啊？另外一間醫療保健機構咧佢就睇咗5萬幾個人，呢扎人打咗第一
一針之後咧，都仍然有人咧就係感染新冠狀病毒啊入院咁樣。咁打完第二針之後嗰個禮拜咧，佢再睇一睇個數字咧，佢就發覺依扎人入院同埋感染新冠狀病毒嘅機會咧就大跌60%，即係比起當初打完第一針之後咧嗰個感染啊入院嘅機會就低咗好多。咁佢同一時間咧亦都做咗一個比較細啲嘅研究，咁又有102個醫生啊護士呢啲咁嘅專業人士咧，佢發覺咧打完2針之後咧，佢哋個抗體咧98%咧都會升到一個好好嘅水平啊！咁佢發覺咧就打完第二針之後嗰個抗體水平咧，就比起打完第一針嘅抗體水平咧，就高6至20倍咁多嘅。咁佢哋咧就會推斷咧就話咁高嘅抗體嘅量咧，其實咧應該咧呢隻咁嘅輝瑞BioNTech疫苗咧係可以防止到冇症狀感染嘅。個原理就係話嗰個抗體個量咁大嘅話咧，有任何病毒一入咗身體之後咧，人海戰術一入去咧，嗰啲病毒咧就會俾啲抗體排山倒海咁攻擊。咁啲病毒咧其實係冇機會感染人嘅。咁所以咧應該咧就可以防止到無症狀嘅感染添。最新嘅數據咧就喺1月25號咧就公布出嚟嘅，咁佢咧就 check 咗128,600個打咗2針呢個輝瑞BioNTech疫苗嘅人，咁佢呢扎人咧就係打咗2針之後嗰個星期之內咧感染新冠狀病毒嘅人數咧大概就20人到，即係話128,600裏面有20人喺打完2針之後嗰個星期咧就感染到新冠狀病毒，機率咧就應該係0.015%到。咁呢個係咩概念咧？就如果我哋攞另外一組128,600嘅其他嘅以色列人係冇打過疫苗嘅，喺一個星期之內呢扎人咧感染到新冠狀病毒嘅機會率咧就大概係0.65%。咁你睇到個分別係幾大？其實計咗條數出嚟咧，咁有啲專家咧就係話有效嘅機會率咧就比輝瑞藥廠公布嗰個95%咧就更加高。咁但係平心而論咧，就你唔能夠就咁攞一紮同樣數量冇打過疫苗嘅以色列人咧，係同呢組人比較嘅，因為咧你是但攞一組嘅以色列人嗰組嘅種族啊、年紀啊，未必同打咗疫苗嗰組人一樣噶嘛。不過應該嚟講咧，隱約咧大家都可以知道，打完2針之後咧，呢個疫苗保護效果係唔錯嘅。當然，如果你真係聽完呢啲嘢都係一頭霧水嘅話咧，咁我可以簡單咁同大家講一講，我哋初步咧喺以色列嗰個數據裏面咧，有個印象咧就係話 BioNTech Pfizer 呢個疫苗咧，打咗第一針之後咧，頭嗰14日咧保護未開始生效嘅，過咗14日之後咧就開始有啲保護，不過呢個保護效果咧就都唔係話好好咁樣嘅，咁都仍然有機會再感染。咁但係打咗第二針之後咧，嗰個保護嘅效果咧就會突然間彈升咗好多，咁就會少咗好多人咧就感染同埋入院嘅。咁當然呢個只係初步嘅數據啦，咁慢慢咧我哋就會更加清晰㗎啦。咁無論如何啊，以色列嘅數據咧都係對於世界各地嘅人咧都非常之有參考價值嘅，因為咧就呢一堆嘅數據咧就係BioNTech Pfizer呢個疫苗咧喺現實世界裏面所表現出嚟嗰個成績。咁而家到3月話香港政府話有得打，都仲有啲時間啦。到3月嘅時候，我估以色列可能有500萬人已經打咗㗎啦。咁到時咧，大家就會睇清楚呢個疫苗嗰個效果有咩特別嘅副作用，到時先決定都可以嘅。咁今日就講到呢度先，請你留言、點讚、訂閱，下次再見，拜拜。